道义书上的这3句名垂青史的宋词，被作为印度教徒的必修知识被写进了梵书。它描绘的是生命在3000轮回世界无穷的痛苦和迷惘之中求得开悟与解脱的必经之路。他说，我们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就被困在似乎无边无际的五光十色的表象世界里，尘世的欢乐和幸福蒙蔽着我们的双眼，桎梏着我们的双手和双脚，阻拦我们走向终极自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最终栖息地，那里既不受社会规章和成见的束缚，也不受自我的执念和本能欲望的枷锁，那里是我们的意识与宇宙本源泛相连相合的至高境界。2000年后，有一种全新的学说和启示再一次呼唤我们踏上前往自由的道路。这一次囚禁和阻挠我们的是一个千万年来无数典籍、史书、诗歌、规章甚至墓志铭都只曾做过隐约的一笔暗示，微微勾勒出它庞大规模的一角，却从未敢于将其全貌真正大白于天下的巨大系统。它是我们眼前的这个花花世界，它是我们与身边一切事物、道德、规则、文化和经济基础之中无所不在的元素。它是一个没有疆界、没有形体，却又没有一处生灵不在它恢宏阴影之下的无限牢笼。它就是那个让每个米格道士第一次听见时都为之震撼的名字——女本位主义。这世上有很多你所打不倒的敌人，但你所不认识的敌人你却没见过几次。米格道将要面对的是这个星球上鲜为人知却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无形无影的束缚。有谁胆一旦跳出来喊出他的名字，像塌下一纸辉煌的战书，那么他就会很快被这无形却无情的力量吞噬、摧毁，乃至无声无息的消灭。在人们普遍的心中留下的绝不会是一个殉道者的悲歌，而全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米格道深知这一点，他知道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做一个螳臂挡车的暴徒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他要做的是沉默，是等待，是引导，是旁观。他知道这个榨干无数男性生命、鲜血和理想的怪物内部的裂缝在哪里，他知道该从哪里去拯救渴望自由的灵魂，帮助他们离开。他更知道如此一个操纵系统最终无法承担其内部不断积累的不稳定的一系列因素，而跌入崩溃的深渊。因此他不会拿起刀剑去战斗，他会思考，会探索，会将这个不见于光天化日下的秘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将对这个残酷世界无限的悲愤和对于终极自由无尽的热情融入沸腾的钢炉，用火的愤怒和铁的冷峻铸造了2种武器，思想的武器：米格道原理及女本位主义原理，和米格道启示及红丸思想和男性自我实现。米格道原理系统地阐释了女本位主义的内涵，这也就是米格道的根本思想。数千年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从未否定过女性的价值，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尊重乃至崇敬，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主旋律。它揭示了一个被林林总总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分析所或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真相。所谓被冠以万恶之源头名的父权制，也不过是女本位历史中的一个环节，一套齿轮罢了。它绝无法超越女本位存在，更无法否定女本位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男性掌控的社会。它剥开家诸社会研究的层层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偏见，从各种丰富而精致的理论之中汲取精华，提炼出了2条堪称不朽的根本公理：雌性数量限制繁殖能力，也即雄性可弃置性，和两性异形。这是对人类历史一个惊世骇俗的概括，关于人类宿命的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解。它将我们的视野带进那古老的荒原和密林，那塑造我们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地方，探知我们的过去，以试图预告未来。它更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结论。
女本位循环定理。它告诉我们，所谓发展和进步，都只是历史漫漫长河中一个波浪的放大镜像而已。当我们的眼光放久一点，就会发现，那些潜藏在历史尘封卷册里的惊天秘密。一切文明社会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没有谁能逃脱这个宿命。只要女本位主义存在一天，女本位循环的齿轮就会滚滚向前，在吞没数以千万计的男性生命之后，创造和毁灭无数的文明。米格道的信仰者们很多都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期待有一天思想的解放或者科技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的身体与心智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根除女本位存在和延续的物质根基和心理因素，从而彻底消灭女本位主义，终结女本位循环，开创一个全新的红丸专政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美好理想，崇高的纲领。没有一个米格道士不盼望女本位主义早日灭亡，男性早日夺回自己的骚问题，推翻女本位暴政，世界属于红丸。然而，这个纲领虽然是米格道士的最高理想，恐怕确实没那么好实现。女本位主义就是女本位主义，这名号可不是白叫的。我们和女权表对标的时候，都差不多对女权的能耐知根知底了。女权的名字代表的无非也就是一种思潮、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社会运动，随时代而起，随时代而继。可看看女本位主义这个字眼代表了什么？3亿年残酷的生存斗争所锤炼打造的铁律，它是绝大多数生物群体繁衍生存的根基，随处扎根于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你出门时，当你去银行缴税时，当你去教堂祈祷时，它就在你眼前，在你的大脑中生根成长。对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伴随着它而生，也伴随着它而死。因此，打倒女权，只需要历史的车轮再向前滚动个几米，让女本位循环的命运之中指向下一个终点——极端父权。伴随着几声炮响，女权就立马应声魂飞魄散。但挑战女本位，相比之下，就像是一场沃尔夫斯堡对阵无妨的比赛，你要对抗100个让你失败、让女本位获胜的理由，才能实现大卫放倒哥利亚的壮志。作为生命有限，最多只能活到120岁的人类，我们对于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系统而言实在太过渺小。虽然我们身处一个极其敏感而微妙的历史关口，任何一项可能的技术发明，尤其是人造子宫和虚拟现实，都随时可能给这个几近于万寿无疆的系统当头一棒，一球绝杀，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见证可能性无限小的爆冷胜利。但也请千万别忘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强烈、堪称流氓的反馈调节机制。自从第一个简单到高中生都能写出来的有机分子诞生，到今天长达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生命有着足够多的机会来跨越这道该死的障碍，打破这该死的屏蔽，跳出这该死的轮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逃脱不开这令人恶心的宿命，仍得看着难以计数的繁殖癌和互逼使者在通往以身殉逼的不归路上摩肩接踵的奔驰呢？一位博学的专家教授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让人感兴趣的可能：任何一个文明在耗尽其可能利用的化石能源之后，一旦无法成功点亮核聚变反应堆，其已经趋于停滞的技术只能被已经无法刹车的经济系统拖垮。原本提供后勤和资金的增长支援将成为促成崩溃的最佳催化剂。当资本家们在经济泡沫破灭的阴云下仓皇逃窜时，实验室的灯光必然逃不过即将熄灭的命运。不但如此，女本位本身就是诱发经济衰微、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推手。米格道原理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升，特定人类种群的生存压力逐渐下降，开始丧失忧患。当工厂的谷仓日渐堆积，悬垂在城墙边的烽火缓缓熄灭，自然选择的雷电和怒火不再那么频繁地降临在人们头上时，
蛰伏在人类原脑机能里的性选择造就的本能。人类在3亿年进化史中带来的遗产就开始发挥作用，女性得到来自社会系统的足够资源和生存保护的支持，对个体男性的依赖性需求开始减弱，婚姻化学键的成建方式开始悄悄发生变化，人类传统的猩猩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丰富的社会保障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他们不再需要富有智力、体力或者合作能力的男性作为他们的保护者。拥有这些美好特质的男性不再能够称霸逼原市场，相反，那些翻了身做主人，在荒野里重新崛起的是那些专长于讨女人的欢心，擅长迎合他们操纵男人本性的天然公支柱们。他们为了赢得逼原市场的垄断地位，不惜拿维持我们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建构模式核心作为牺牲，献给他们的女神。他们竟然开始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竟然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竟然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重要的是说3遍，这已经被米格道原理的预言者提到过无数次。一旦给予女人投票权，这辆驶向深渊的女本位列车就再也不能回头，我们无法再回到那个我们早已习惯的温和父权社会，无法再看见那个童子耶稣、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莱布尼茨、叔本华和尼采辈出的辉煌时代。我们只能接受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那个未来世界，一个拒绝杰出、拒绝超越、拒绝自我实现的世界，一个属于乌合之众的世界，一个也是注定要崩溃的世界。女本位主义长达3亿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对它生命力的最强证明。在这3亿年的时间里，自然界见证了劳亚古路一分为3，见证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无中生有，从大地的裂缝被制造出来，见证了4个冰期和间冰期周而复始。对于女本位那从有性生殖的细菌出现就开始的生命历程，我们觉得几乎是永恒不变的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大西洋还是太年轻、太拿衣服了。可以说，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女本位是那个最接近永恒的东西之一，仅次于半衰期长达10的20次方年的闭合一，还有一堆10亿年数量级的元素。不但我们很难通过自己的手段彻底消灭它，创建红鸾帝国，即使是凭借社会变革暂时逆转或减缓它进行的趋势，阻止温和父权向女权、女尊社会前进，都是很难做到的。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难道我们费尽心思，前后换了好几个科学上网软件，终于学成了米格道原理，了解了这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之后，就是为了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女本位不断扩张、膨胀、暴走、操遍整个世界，让无数悲惨男人肝脑涂地之后，自己倒像个塔利班分子一样轰然自爆，然后文明的时钟又从零刷新一遍码。米格道启示于是应运而生，